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2月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72.20，收盘价是173.4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75.20。最低价是在169.0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9762.45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15倍，量增。KD 值，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变小，双线是趋于合拢。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空头的趋势中。好，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12月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蜻蜓线。那这个蜻蜓线的位置呢，依然是在下跌的行进中。那蜻蜓线我们说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收盘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那并且呢是带有大的成交量。那这说明这样的一根蜻蜓线，它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但是呢，需要接下来一根K 线的确认，也就是说，接下来的一根 K 线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那会有止跌反弹的一个走势出现。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呢，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在173。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突破，是两个方向，向上突破，收盘价是在180。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0的。那另外一个突破呢是向下突破，收盘价会收在168。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74的。那实际在12月8日，它的收盘价是在173.44。那我们预测的横盘的结果和走势与实际发生的几乎是完全相同。那这说明当日在170这个位置得到了支撑。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70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过，是在月 K 线图当中我们定义的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我们会看到是12月份和这条上行趋势线的交点是在170附近。好，那我们说股价在这个地方得到了一个支撑。我们回到日 K 线图。好，那也正好是踩在我们会看到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头低的下行趋势线上，是9月21日和11月11日定义的两个 K 线的最高头低的下行趋势，也是踩在这条趋势线上。好，那么当日呢，我们还会看到刚才在分析K 线信息的时候，我们也说了是出现了带有大量的一个绿 K， 那并且是一个蜻蜓线，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所以股价是很有可能在后续出现止跌反弹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反弹。好，那股价的反弹第一个目标就是要
站上这个蜻蜓线的最高是在175这个位置。那站上了175呢，来确认这个止跌成功。那然后在上方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75到178之间，所以接下来的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站上178。我们先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我们把第一个目标175，我们放在178这个地方。对，好的。然后变一下颜色，我们变成观察线的颜色。对，然后呢，我们去除一下这条线。对，好，好，那么我们再来看，那如果后续股价能够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呢，那股价将会出现进一步的反弹，目标一定是上方的200关口，也就是这条水平线。那我们说在到达这个关口之前还会有2个压力位，一个是183，是在12月6日这根 K 线最高，还有一个就是12月5日 K 线最高是191，也就是在这2个地方会有压力。那我们说，尤其是在183附近，在这个地方它的卖压是非常重的。也就是股价如果站上5日均线值，在继续向上的时候，在183这个地方是很容易遇压而反转向下的。那理由呢，就是说在183这个地方它是各条均线值也是在这个区域，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也是这一波下跌的一个50%的成本线，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位置，所以183我们要特别关注。如果出现反弹之后，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看的目标就是首先是站上175和178这个位置。对，好，那我们把这个矩形呢先移开，一会儿我们看看可能还会用到。好，这是上方的3个目标，前高5日均线值，对，然后是突破200关口。好，那这是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说在12月9日，如果股价下行呢，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前低169，然后呢169，然后是下方的这条水平线是167.54。我们说这是自11月15日和11月21日。这几个交易日下跌 K 线所定义的一个盘整区，我们会看到，在11月15日开始最高没有突破200，最低没有跌破这个167.54，在这里我们说的是收盘价，对，那这样一个盘整区的下限，那我们说对于12月9日。它首要突破的就是这个前低169和167.54。好，那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区域呢，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新的一波下行的走势。那然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63，163是周 K 线图当中的200均值。那再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突破158，158是月 K 线图当中的50均值。对，好，那么我们调整一下目前的这个水平线，我们把这个水平线调整到169这个位置，前低。好，我们变换成观察线的颜色。好，那我们
来说，下行的目标一个是169到167.54这个区域，然后是163，接下来是158，那这是下行的目标。同样说，这4个点位呢，将是股价下行的非常强的支撑。对，也就是股价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一个点位，都有可能会遇支撑而反转向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12月9日上方，我们要关注178。对，那如果股价能够重新站上178，那将会出现反弹。对，下方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167.54。那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167.54呢，将会出现一波下行的走势。否则我们说股价会在167.54和178之间，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2月9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175，然后是上方的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76到178。那我们把它合并之后，说上方的第一个压力区间是在175到178。那接下来的第二个压力区间呢，是在182到184。对，那182到184呢，它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同时呢，20日均线值是在183，也在这个区域内，所以第二个压力区间是182到184。第三个压力位就是191，然后第四个压力位就是198到200，在这个区间。好，这是上方的压力，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那下方的支撑呢，首先到来的是前低169，然后第二个支撑是167.54到166.185，对，这是第二个支撑区间。那第三个支撑是163，第四个支撑是158。好，这是下方的支撑。那我们把这个句型放回来，我们作为一个日内的观察，也就是从175前高一直到上方的178 5日均线值。那我们说股价一旦出现反弹，我们看看能否冲破这个压力。如果能够冲破这个压力，将会出现反弹的走势。好，当然如果不能冲破压力呢，我们说是很容易反转向下的。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12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一个可能呢，股价会出现止跌反弹，另外一个可能是会出现横盘。那其中在止跌反弹这个预测中呢，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我们先给出止跌反弹的第一个点位。第一个点位是股价会是高开盘，然后呢最低会回踩到172，最高会到达178，收盘会收在177附近。对，那这是第一个止跌反弹的第一个叫做点位。那另外一个点位呢，
是更高，会在185。那如果出现第二个点位呢，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4.5，最高会到达186，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85附近。那如果出现这个第二个止跌反弹呢，就是高位的反弹呢，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跌破174的。对，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好，那这是第一个可能，两个止跌反弹的点位。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出现横盘，并且是一个低位的横盘。那如果是低位横盘呢，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4.5，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最低会回踩到169。收盘价会收在170.5。那出现低位横盘的条件呢，它必须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75的。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2月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